Put on the other side. I literally can't. I don't have muscle control. I'm not. Oh my god! Oh my god! 您现在看到的视频是出自于警察的执法记录仪。一名警察要逮捕一名瘫痪25年的男子，他的罪名是用脚踹开了门入室抢劫，跑步离开。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不管这位坐轮椅的男子如何的解释，这名警察非得要将他送进监狱。Put on the other side. I literally can't. I don't have muscle control. I'm not. Oh my god! Oh my god! 这名男子就这样脸贴着地倒在地上，旁边的警察一个都没有动。这样离谱的事情在网络上传播之后呢，引起了热议。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这个事情。2024年6月15日，警方接到了报警电话，报警人叫凯瑟琳，40岁。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呢，凯瑟琳说她刚刚经历了一场入室抢劫案。她说自己的前男友踢开了她的门，掐住她的脖子，在街上追赶她，并且呢试图抢走她的车钥匙，并且跑步逃走了。He kicked in the door. I ran. He choked me out. Tried to get the keys from my hand of my truck. 在这之后呢，凯瑟琳向警员提供了关于前男友的姓名、年龄、学历等等非常详细的资料。警察在资料库里一查，的确有前男友这个人。凯瑟琳提供这些资料呢，全部都能对得上。当时呢，出警的警员叫做马克·贝洛特，他看到现场的门的确是从外面给踹坏的，而且呢，凯瑟琳的脖子和手臂上都有淤青。于是呢，警员贝洛特就相信了凯瑟琳的话，他并没有仔细的去查看这位前男友的详细资料，也没有去调查前男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直接向法院申请了逮捕令。凯瑟琳所说的那名前男友呢，名字叫查尔斯·里德，是一名跳伞员。19岁的时候遭遇了一场事故之后呢，就坐轮椅瘫痪了25年了。里德的确和凯瑟琳之前谈过恋爱，但是呢，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而这时的里德已经结婚10年，而且有了一个女儿，平时呢就在家里陪陪孩子。所以呢，已经瘫痪了25年的里德，怎么可能9个月之前去踢前女友的门的呢？里德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无缘无故的就变成罪犯了。直到有一天，里德带着全家出国旅游，办手续的时候呢，工作人员给他说，你涉嫌刑事案件，不能出国。里德回到家里之后，给警局发了邮件，负责这个案子的呢，正是贝洛特警员。他非常负责的让里德提供了各种材料，然后就是不给解决问题，来来回回的折腾了1个半月。最后呢，贝洛特让里德在2025年3月20号来一趟警局他说呢，说清楚情况，然后签个字就完事了。结果第二天，里德来到了警局，但是呢，让他没有想到的是，3月20日这天正是逮捕令生效的日子。贝洛特警员让他来警局的目的是为了逮捕他。Good afternoon, Mr. Reed. My name is Officer Ballard. You're the one I've been emailing recently. Yeah, all right. Doing well. Give me a second. I'm gonna just read you something, and then I'm gonna ask you a couple questions. All right? Great. So 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ything you say can and will be used against you in the court of law. You have the right to speak to an attorney and to have an attorney present during any questioning. If you cannot afford an attorney, one will be provided to you at government expense. Knowing and understanding your rights as I have explained them to you, are you willing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without an attorney present? 警察说：“你认识凯瑟琳吗？”里德说：“我不认识呀。”警察又问了：“你确定不认识吗？我提醒你一下，前女友。”里德说：“我的确有个叫凯瑟琳的前女友，不过呢，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警察说：“你的这个前女友报警说你非法闯入了她的家里，还袭击了她。”这时呢，里德还以为是个玩笑呢，他笑着回答：“警员，你看看我我19岁的时候就已经瘫痪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可能去袭击别人呢？”而这个贝洛特警员呢，却不打算去调查，只想尽快的走完流程，把手铐拿出来，想要直接逮捕里德。里德当时都傻了，甚至他这时候还以为是个玩笑呢。就这样呢，糊里糊涂的，里德就被戴上了手铐。Name's Charles. Her name's Sarah. Do me a favor, lift your hands up above your head, please. I don't have muscle control. Okay, that's fine. It's not like Put on the other side. I literally can't. I don't have muscle control. I'm not. Oh my god! Oh my god!
李德就这样呢，脸朝着地倒在地上，贝洛特警察就这样傻傻的站在旁边。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名警察，这名警察看了看地上的李德，就好像在看地上的一个虫子一样，也没有去扶他。李德脸贴着地，跟2名警察说：“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我是一名瘫痪人员，没有人来扶我一下吗？” Do you understand what's happening to me right now? I need a paramedic immediately. 直到大概4、5分钟之后，来了一名脑子正常的好心警察啊，这才将李德给扶了起来，让他重新坐在了轮椅上。询问完情况之后呢，好心警察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于是呢，他跟李德说啊，可能这里面有一点误会，我先去查一查。然后呢，他就跑进了办公室里面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好心警察把贝洛特警官给叫到一边，跟他说，刚才呢，我给他的家里的老婆和他的医生打了电话，他们呢都能证明坐轮椅的这位已经瘫痪25年了，他不可能用脚去踹开门。所以呢，我的建议是，你最好给当地的检察官打个电话，说明一下情况。Might need to call the district attorney's office, because if the door was kicked in, he didn't kick it in. He didn't kick it in. 但是呢，贝洛特警员还在那里嘴硬，一直强调我没有碰他，他是呢自己摔在地上的。为了自保，他还说其实呢是不是用脚踹开的门，我也记不清了，反正当时记录的是强行进入。那位好心警察一看这兄弟还那么倔啊，都是在一起工作的兄弟，总得拉对方一把。于是呢，他语重心长地说：“我有几个亲戚也是这种瘫痪，这种情况是假装不了的，你看他的腿就知道了。”但是呢，贝洛特就是不听，没办法，好心警察只能带贝洛特去见主管。但是没想到这位主管也是一个脑子不太正常的。这位主管通过监控已经看到了发生的一切，他觉得这很有意思。贝洛特呢就马上接话推卸责任说，我就轻轻地拍了他一下，他就这样非常夸张地倒在了地上。这时呢，这名主管来了一句：“诡计，这肯定是诡计啊！他是不想坐牢了，他故意呢装成瘫痪的。” It's a ruse, man. So- I mean, it's an obvious attempt to not to go to jail. So Yeah. 贝洛特接话说：“主管你太英明了啊，他肯定是装的。就算是真瘫痪，那肯定是最近才瘫痪的。9个月之前案发的时候，他可能没有瘫痪呢。” But then again, like I said,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between 9 months ago from now, and I don't know how much muscle mass you lose from not using your legs. So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好心警察实在看不下去了，好心的提醒了一下这位主管，他说：“我刚刚给他的妻子和医生打了电话，他们都能证明他已经瘫痪25年了。”但是呢，这个饭桶主管忙着在那吃饭呢，根本就不想听。好心警察和这位贝洛特警员啊离开了主管的办公室。好心警察也很郁闷啊，本想拉小兄弟一把，没想到主管也是这样搞，没办法，那只能离开了。你们爱咋咋地吧，反正呢这事和我没关系。贝洛特又跑到了李德这里啊，跟李德说：“我刚才跟我们的主管已经说了这个事情了，但是很可惜没有用，我呢还得逮捕你，因为上面已经下逮捕令了，我们就是走个流程。我相信你是瘫痪，没办法用脚踢开门，但是流程我们还得走，这不是我一个小警察说了算的。到了法庭上呢，你可以向法官证明你的清白啊，毕竟呢现在你也没有什么纸质的文件可以证明你19岁的时候就瘫痪了。”李德这就说了，纸质证明我有呀，我可以给我的医生打电话让他10分钟之内给你发一份纸质的证明，证明我瘫痪25年了。或者呢，你可以直接给车辆管理所的 DMV 打个电话，我有25年的残疾人驾照，上面标注着需要机械辅助设备驾驶，你们一查就知道了。你要纸质证明，什么证明我都有。话都说到这里了，贝洛特呢没有办法，他说给我几分钟，我再去问一下主管。贝洛特又屁颠屁颠跑到主管办公室给主管汇报，没想到这位主管非常镇定地回答说，就算他真的瘫痪了，那不能证明他没有犯罪呀，他还可以用工具去撬开门，谁知道呢？他瘫痪也能犯罪呀。 that doesn't mean that he didn't do what he was accused of, right? So I mean, he could have forced entry if he had a tool, or I mean, who knows? I mean, I don't think just because you're in a wheelchair doesn't mean you can't break a door down. can't. Right. 贝洛特呢又屁颠屁颠的跑到李德跟前说，我跟主管说过了，但是抱歉，今天必须得逮捕你。我还跟地方检察院也打了电话，但是这些都没有用，必须逮捕你。这时候呢，李德都无语了，他说，我之前已经跟你们沟通了1个半月了，你们需要纸质文件证明，我也可以提供，我只想尽快的处理好这件事情。贝洛特警员说，没有1个半月，也就是6周的时间发的邮件。这时李德都无语到家了，6周那不就是1个半月吗？
他说我要求跟你们主管谈谈，实在不行换一名警员沟通也可以，我实在给你说不清楚。贝洛特警员说啊，你既然瘫痪了，那你怎么自己来到警局呢？李德说，我自己开车来的呀，我是第3胸椎往下瘫痪，但是呢我有手，你他妈的看看我有手。贝洛特警员说，那就对了啊，我们主管说了，你瘫痪了，但不能代表你没有犯罪，请放心，我们不会没收你的轮椅。正当2个人争论不休的时候，来了一名女警员。女警察和贝洛特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最后同意李德先回家，然后呢，第2天的凌晨3点必须回警局自首。这样呢，李德也算松了口气，至少呢不用在监狱里待1个晚上，明天就可以直接见法官，不用和这个脑子不正常的警察打交道了。最后呢，李德当然是同意了，然后推着了轮椅就离开了。结果到了第2天凌晨3点，李德来警局自首的时候呢，值班警察用平静的语气告诉他，你的通缉令已经被撤销了，没事了，你回去吧。没有道歉，也没有任何人去解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2025年4月12日，案件的完整视频被发到了网络上，引起了轰动，人们纷纷批评警察的无能。以下呢是网友们的评论：这个警察部门简直太荒谬了，无能到程度令人震惊。第2天，这位警察逮捕了一个没有手臂的人，罪名是用手扇别人耳光。他们雇佣了5岁智商的人来当警察吗？就冲着那个警察的鸟样子，这绝对是发家致富的好机会，哥们儿千万别错过呀！就在这段视频发布的第2天，事情迎来了反转。作为报案人的凯瑟琳给警局发了一个邮件，自己推翻了自己的报案。他在邮件里是这样说的：那一刻，我的精神状态和身体创伤使我困惑，让我错误地提供了虚假信息，请不要伤害到一个无辜的人。看到邮件之后呢，请尽快和我联系。这篇视频一公开，你就说你搞错了，网友们肯定是不愿意的。很快呢，网友们就查到凯瑟琳之前呢就经常报假警，而且呢，在2023年，她因为报假警被判刑坐牢，而警察忽略了这个关键的信息。9个月的时间里，警局没有进行任何的审查，就去逮捕一个无辜的人。更让网友们愤怒的是呢，事后警察局没有做任何的回应，也没有追究凯瑟琳报假警的这个责任，只是撤销了李德的逮捕令，想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目前呢，李德的律师准备起诉警察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有网友猜测呢，可能会赔付100万美元。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名笨蛋警察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给残疾人捐款了。